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却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这里。我们跌倒过，我们输分过，我们怀疑过自己，但我们都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还有机会逆转。这次台湾冠军杯呢，是青少年足球协会和五人制足球协会合作，第一次为了国中组呢的最强的球队能够齐聚一堂，再一次挑战他们的最强的对手。而从2024到5年的前8队来做比赛，我们希望通过强力的比赛，能够选出最强的战队与战将，能够帮助他们将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以及为国争光。青少年足球协会呢，成立就是为了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希望让国小到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能有所发展。透过我们的协助，能够将全省的足球队的力量能够串接起来。特别是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缺了一些资源，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补强。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我们未来不只是希望在5人制的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希望在7人制、8人制，和甚至于11人制这种国际的赛事上，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我们实际上的实力。同时，我们也和进球网合作，能够推出我们的偏乡圆梦计划，帮助更多的弱势团队或者是一些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最好的选手和球队，进而提升整个台湾足球界的实力。我们一起流汗，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想把胜利留在我们手上。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可能把胜利留住。因为想赢，所以我们谁都不想先停下来。现在体育赛事，感谢锁定 HotSport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透过转播来欣赏到的是2025台湾冠军杯青少年5人制足球锦标赛。在今天已经来到了赛事的最后一天，转播团队一样是来到台北体育馆的4楼，也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进场一起来为球员加油。我想今天呢已经是要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了，我们将由男子组的季军战来拉开今天的序幕。台中市来面对桃园捷豹，这2支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球队。我是秉承，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与声访讲评是刘祥信老师以及整个台亚卫星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的，老师能够邀请到你毕竟是我们国家队的总教练。所以呢，等等呢，也希望老师可以好好的给球员一些建议，因为这些球员其实从这个冠军杯开始我想大家的目标都是希望球员除了在这个舞台上面尽情的去发挥以外，接下来在各县市的代表队，甚至是未来他的目光是放在了国家代表队，这都是大家所期待的。对，我们希望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对，因为在国中阶段的扎根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会认为说，在各个运动项目里面，国小就是去玩，但到国中开始，系统化的训练就开始变得很重要，它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高，也包括了男子组开始，你的身体的成长期到了，那女子组的话则是已经陆陆续续过了身体的成长期，所以它是要更加的成熟。是，对，所以我想到了国中阶段开始，系统化的训练变得更加重要了之后，那这个时机点也是大部分的运动项目开始要去思考，你究竟是要不要踏到这个圈子里面。对，这个很重要。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原本在足球大家可能比较直观的就是11人制，因为毕竟可能从世足赛或者是有人看西甲欧冠之类的比赛，那都是11人制。那5人制其实像我们这几天看，还有我们在以前在讲到5人制足球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提到的，就是它的触球率其实比较高，所以其实对于国中小的小朋友来讲的话，它或许会是一个更好的入门，甚至有很多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这些西甲的球星，那他以前也是从5人制慢慢踢上来的。是，这个在11人制的训练里面，从小在扎根的时候，它的小型比赛非常重要。对。那5人制的比赛是一个非常有系统一个小型的比赛。那它在
个人的技术层面更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个人的技术能力，你其实很难在5人制里面生存。其实昨天也可以看到，如果说你顶多就是上来做传球的话，其实你的空间会很容易被挤压掉。但如果你有个人的这种进攻能力的话，那你就很有机会去帮你的球队去创造能够来攻门的机会，甚至是你的队友。是没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趋势是，在整个世界上面，他们的防守的已经做得越来越完善了。那很多关键的时刻，就是靠一个很突出的球员个人能力的1对1的突破来射门或是来传球。对，所以这个个人的技术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首先先来看到是台中市完整的一个球员名单哦。第一排蔡浩哲、武顺吉、林彦廷、许博凯跟詹承汉。在第二排的话是杨显斌、于有志、刘柏宏、徐秉成以及谢泰宇。第三排的话，汤俊成、林子成、杨鹤军、张义杰以及陈丰颖。最后在第四排，王品成、李昶乐以及郭秉成。桃园捷豹则是陈维彤、方品熙、李佑和、庄以诺以及蔡承轩。来到第二排，杨善浩、张玉杰、林宇安、刘恩瑜以及张成泰。在第三排的话，陈汉义、蔡浩成、林宏阳、朱佑勋、刘生浩。最后的话则是黄义展、陈义恩、吕学璞。桃园捷豹跟台中市在预赛的时候有碰头过，当时是2-6，4分差。收下比赛胜利的是台中市，因为他们都是在预赛男子组的 A 组。是，但现在就是一场决胜负，很难讲哦。这有的时候球员的心态，在小组循环跟在这种一场决胜负 win or go home 的比赛，球员有的时候心态会不一样。对，而且打了这么多天，可能也有一些经验了，或是也考验了球员的体能。因为当时他们在对阵上面的话是在8月6号，那就是赛事的第2天。那第一天的话，桃园捷豹是面对台钢嘉里国中1分之差获胜，那台中市的话则是面对到花莲盛联是两分差6-4。不过其实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以两队在进攻火力上面的话，目前在预赛累积下来的数据哦，桃园捷豹总共进了13颗球。而台中市的进球数量是桃园捷豹的2倍，26颗，也包括了他们在阵中徐秉成进了8颗，哇，那就是现在在这个所有的球员里面哦，是名列前茅，是因为在台中市的部分，他们应该是几所学校所搭配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球员来自于台中的爽文国中，对，他们的能力都相当的不错。其实到了这个阶段，有没有基础的这件事情只会越来越大，因为金字塔真的是越来越窄。所以如果说你在本身的球感，再加上其实在男子组里面哦，你的球感这件事情，其实到了大家 level 差不多的时候，其实比的就是你的这些很细微的东西，很细节的东西。一些你讲的没错。那包含这个在上面，我们其实在国外他们从小会扎根到2个人开始配合的训练，所以2个人一些配合的训练如果做得好，在这边其实非常好运用。因为在西甲的部分，他们有做过一个统计，他们在2021、2022的赛季上面统计到，其实他们的进球数最多的是来自于2个人跟3个人的配合。对。而且通常这种2个人跟3个人的配合，就会建立在老师刚刚一开场的时候讲的你的个人能力。是，通常就是会有一个人他是有足够的突破，甚至去带边线，最后再传中的这个能力。是。好，所以在1对1把球守下来之后，一路的自己往前带。同样最后想要往中传哦，于有志在这一次赛会的进球数有5颗哦，也是台中市一支很好的箭头。我们看这几年开始的时候，这几年的经验累积下来哦，很多学校的战术球都做得非常的不错。想要做穿裆球，但没有送进去。徐秉成
直接进到禁区里面，守门员拿到球之后往前甩。这球很可惜哦，球员没有跑出一个好的空间。这个在我们的训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这像是反击的部分。守门员接到球，是不是有球员尽速的跑到对手的一个好的空间里面去持球？这球直接断掉，1对1，但回防也回来了，再加上原本于有志就是跟着一起在退了，先破坏掉，但球权还会在桃园捷豹手上。这个是最典型的一个发球，就直接塞给前面直线。这几次在对位上面呢，都还是有对到。林弘洋在本届赛会里面也有3次的进球。这个球权回到台中市。我们看台中比较有攻击的一个阵型啊。3-1想要直接往前锋来传哦。想要往前大脚传哦，但是犹豫了几拍。这个台中是压迫的很快，让他没有好的空间、好的角度可以做传球。所以这个在传球上面不能犹豫太久。往前场要攻门，但这一次的起脚离球门还有一段差距。这个非常可惜啊！这现在在我们要求我们会往第2杆射。对，因为这个角度不是很好，守门员现在这个角度对守门员要进球来说，难度有点高。没错。张俊成他直接往前给啊，他们的前锋没有拿好球。其实这几天也可以看到，无论在男子组还是女子组，你如果打3-1，你前锋停球的能力就蛮重要的。是，因为通常前锋一拿到球就是面临到压力的。对。那这个5人制跟10人制的前锋在拿球的状况是不一样的。球有控制住，穿越球，但前方已经没有队友了。在面临包夹的情况之下，视野没办法打得开，一样是往前甩啊，想要直接丢给前锋。有志这几波在停球上面，最后都是失误收场。这感觉台中打得有点太急了一点啊，可能想要赶快取下1分。因为现在决赛了，这拿到1分，整个赛况会不太一样。对。这里有小反射推进去了，这次是詹承翰，赛会的第1颗进球。他很果断的赶快赶快用脚尖往球门捅。好，台中市先持得点。不过虽然说他们是在自己的前场算是打得比较急，但大部分的时间其实他们在控制球上面是会有机会的啊。是。禁区里面差一点的10分机会，再带出来，重新来 ，OK， 重新控制住，带左带右，最后的射门差了一点。我们也看到这个7号的球员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展现。杨胜浩。对。球控制的还不错啦，那最后想要在射门的时候把角度给带得出来，但是对，这最后一脚非常重要。对，那还是比较可惜哦。我想贾东作再给到交叉，但球还是没停好。那加速的那一拍哦，国中生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是，这个有一些程度上面也是训练的一个默契。对。大脚直接给，射，
这就是五人制啊，机会出来直接抽，也不犹豫了。对，所以他一场比赛可以高达100多次的射门。对。那像国中组可能节奏还没到那么的快，如果真的到成年组的时候，是，你就看到球一直往球门飞啊，每个都中炮。好，专业球给到前场，控制，有，回防也回来了，重新开始啊，看桃园接棒，哎呦，很可惜球被断掉，2打1，而且前方 ，OK， 守门员赶紧出来，但球还没有出界。好，最后还有后方回防的后卫，对，还这个守门员也判断得很快速。接下来换成桃园捷豹，看他们的速度，一样是直接用左脚来射门。跑在前面的依旧是杨善浩，善浩在这次赛会里面有2颗的进球记录。好，三边的队友给的太深，这国中现在往前场传的这个搭配上，其实从昨天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场，都会有这种可能真的是传的太深，或者对太急了，就变成你的前锋可能根本就还没加速。对，因为刚才那球，他的队友如果拿到球，其实面向也不好。对，人家是背对的球场了。因为我们其实也蛮常在讨论哦，就无论是哪个年龄层啊，至少我们在国内踢五人制的时候，我们防守端的问题可能是比较小，但是有的时候在进攻端的选择，无论是传球还是说无论你要去带球，那都是有讨论空间。对，所以这个有一些在五人制的训练上面，其实是很符合11人制的训练的。对，因为他的决定判断要非常的快速。而且因为他的场地比较小，11人制你有的时候还可以稍微对，停下来要非常的精准。好，你看到这种一些传球的路线，如果没有传好，马上就被挡掉。对，那这样的话节奏就会比较琐碎一点。是。这个压迫也是慢慢的压往后场，现在要往前给，第一单没有单掉，现在球门碰掉，桃园捷豹欢迎颜色，杨善浩终于为自己创造了这个破门的机会，这也是他在赛会里面第3颗的进球。哇，第一拍过掉守门员，守门员出来，如果你球没有破坏掉，你后面的后卫也来不及跟上来，前面就是海一样的空档了。这个守门员面对这种防守必须要非常有耐心。好，这几年我们在代表队里面对守门员的训练上面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有时候守门员太急着做动作，被对方抓到漏洞就完蛋了。对。那国中的话，很容易守门员会提早出来去扑球。是。你没有扑到。当然，因为国中守门员你这么早出来扑球，你的容错率会高的原因是因为对方可能在持球的控制上面并没有成年组来的这么好。对对。所以他很容易会被干扰。但像是刚刚这个，他只要没有被干扰到，而且你扑球的时机早了点，你没有碰到球，对，就被他拉开了。就被他拉开，对。找到空档。我们看到台中是以3-1为主啊。主要还是在前锋的这个点哦，这边看他停球，好，上3位。再轮转，球被断掉，再一路往前带，1打2，最后是直接被后方的防守者把球直接破坏掉。前场边线球，哎呦，看起来是身体有碰撞啊。这个身体的接触。那这个手有推了一把。足球就是这点好玩，高的去守到矮的，有的时候反而是高的容易因为上半身动作收不住。是。跟其他的运动，像篮球的话，高的去守到矮的，反而是矮的会要去把高的给推到另外一边。对，这个就刚好相反。所以足球是没有体身材限制的一个运动，也是在五人制里面，因为可能
在头锤的几率比较低。对。所以你在身高上面哦，就你身高、你身材的差距会被缩小，因为毕竟你没有要去做头锤摆渡。所以我们可以看那个南美很多球星、很多球员啊，身高都160几公分。对。那反而重心低一点，对，快一点。好，我们看这第一防守上去做压迫。今天的穿越球，然后后方并没有自己的队友，这边又被台中市控制住。中场轮转，这个很可惜的，我在传球的精准度上面不是很明确。这完全就是非收波性的失误。对，那我们在做轮转哦，最主要都是在找我们的进攻的优势。对，好，想办法怎么以多打少的这个部分。你在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就要一直去看你的防守者有没有被带开来。因为在传球的部分，我们希望是每传到一个点之后，都会有3个点可以接球。那常常是有1、2点会被封住。看这个14号，左脚的起脚射门，林弘洋。啊，这个给球给得很好。可惜队友没有能够拿下来。回到自己的后场，要往前给走边线，走边线没有出现。不过，但是3个人已经3个人在包夹。这很危险哦。第一拍你球没有断掉，真的被他边线走过去。对，我们来看一下直接进到禁区里。台中是怎么处理这颗前场的边线？大脚选择直接射门。不过球最后是飞到了球门的上沿，大概还有2到3颗球的差距。大脚直接往前传给，这个都很可惜，这种球都没有拿下来。两边都是一样的状况。对，这个年纪上对停球还没有办法做这么巧妙。好，球投起来。这敢破坏变成1对1，又变成瞬间3打2。再找另外一边的队友，这个很可惜，这个许博凯应该是在看他的队友。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要求的这一部分，2杆的一个接应。对，刚刚队友如果禁区在一个好的位置的话，是可以对折射的。桃园接棒，先给到守门员。停是停了，但是球也没了，只有人过，球没过。这次再射，哎呦，差一点点。许博成这个守门员也很专注哦。于有志。刘恩宇传回力，球没有放稳哦，大概率是球其实还在滚，有慢慢的在移动。有些时候球员比较急啦，毕竟这4秒的限制，然后就会没有注意到其实球还没有固定好。好，这里次的机会很可惜哦，都是差最后的临门一脚，队友都没有跑出位置来。这是角球，看来碰到手。角球的机会给于佑之来操刀，直接往球门带，但守门员把球挡下来。一样是往前场丢，但是没有队友在，所以球又还给台中市。于有志翻当球，射门的角度其实还蛮刁钻的哦。
对，这是我们在讲，现在很多都会射第二支，因为有队友的时候，如果队友埋伏在第二支，我们都会选择射远处。一样是角球发进来，直接勾啊！好，这次没有选择直接往前甩，从后场开始打穿越球，但是前方防守者早就已经在旁边了。台中市再次控制住球，往后再勾给队友，都还没有换边。现在节奏就稍微有点乱了哦。对，防守的强度也起来了。桃园捷豹，其实很多机会可以把握住快速反击的，因为这个台中市压迫的很前场，都在前场做压迫，所以其实他们蛮多机会，守门员接到球可以做一个快攻。其实刚刚也有尝试过，只是队友的队友要搭配可能好像没有到很好，对，没有跑出好的位置来。好像这个时候要重新组织。我现在就变成桃园捷豹一拿到球之后，他们其实基本上就好像在后场把它破坏掉了，对，没有办法把球往前场带，所以节奏又好像回到一开赛那5分钟一样，因为大部分的球是掌握在台中市的脚下。哎呦，直接射门！哦，这个球其实守门员没有把它盖下来，还是有点危险的。如果旁边有另外一个球员上来去，对，这个也有球出来，这反击。好，回防也来了，这个可惜啊，球速传得太慢。一边的守门是林子成，另外一边是陈维彤。中间给他找到机会，前锋，哎呀，还是被夹掉。另外一边的反快攻，但回防也回来，大脚起，也是被破坏掉。这个我们在国内，我们在做3-1的前锋很重要，他必须要有很大的一个身材或是力量、身体素质上的一个优势。好，我们看2打1啊，1对1来面对守门员。你看这个球员非常可惜啊，没有做出一个好的选择。啊，他因为他的队友在他的左侧，这个时候跟进打左边就很有机会，他选择自己起脚。对，因为守门已经出来了，所以他传给他左边的队友就是空门。哎呦，这边也是差一点点，不过就在守门员的正前方。哦，陈维彤。他那颗心应该也是扑通扑通跳，觉得怎么好像自己这一区特别忙。林子成是在自己的门前这样子，队友进攻没有做得好，防守没守得好，他就工作就很多，工作量就很大。比较大。他现在心里在想，这算不算是不同工单同酬？3打2，回防也来了，对，最后还是要射门。陈维彤一样是把球给扑出去。哎呦，这边也是要补上去哦，意识都有做到啊，意识有到了，队友的位置都没有看清楚。刚刚是要做给汤俊成，哦，这个传球其实传得漂亮，这汤俊成差那么一点点，碰到球，应该就是碰到球就有机会了哦。这个很可惜。哦，又拦到。看，其实从桃园捷豹现在他们部分球员的肢体语言哦，其实也可以感觉到他们对于这几分钟自己在控球端上面的一些失误是很无奈的。是，这个就回归到我们前面讲的，在5人制其实很要求个人的技术能力。对。场边的暂停，双方现在是1-1平手。那其实从上半场看的话，大部分的进攻还是掌握在台中市啦，整个节奏。那桃园捷豹就是在自己拿到球之后，变成你要往前场走，但是走的是比较零零落落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前面的比赛，在台中市是比较有组织性的一个进攻。对。那在桃园捷豹就比较稍微少了一点点，那而且在定位球的部分，其实
在台中市做了很多的一些都有成功，但是都是欠缺最后的临门一脚。对。然后特别提到，大概就是桃园捷豹的守门员陈维彤，因为他一度是赤裸裸的直接来面对到前锋的射门。这个时候其实守门员比持球的球员更紧张。对。而且他就是也只能挡第一拍啦。对。如果说真的有第二拍的传球，基本上过就是过了。这看他后面教练有没有跟他特训过，可以去扑救到2波3波的这些救球。哇，如果国中端就有这种能力的话，那未来无限可期。好，看暂停回来哦，还有3分18秒，所以两队都还有机会能够在上半场来取得领先优势。一样是往前场勾。刚刚就有提到，在前锋的这个位置，尤其是如果你打3-1的时候，你前锋要足够的强壮。对，他要把球，因为我们前锋就叫一个枢纽的，对，所以他必须把球拿下来，他可以拿得住球，而且让对方推不动。像刚刚张玉杰在接这个边线要传进来的球，在后方的是武顺吉。他其实就是在卡位的这个过程当中，下半身没有固定好，所以他就会被推的那一把。对，所以这个，我们一个好的前锋只要做好2件事情，第一个可以转身射门，第二个可以持球，然后回传，对，给上来接应的队友，就当那个墙壁，当那个枢纽。那前锋有一些功能性，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好像我们之前有看到早期的其他国家会有的队友会找的比较身材比较壮的，但是跑动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的，但是他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但是现在前锋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对，就你不只要会策应啊，对，也要能够带，你要能够一对一的能力，因为前锋大概拿到球很多机会都是1对1。对，因为就是你第一拍过了。后面就是1对1。是，而且在6公尺、8公尺这个区域拿球转身射门的能力非常的这个是一定要的。对，你那个都是有效的射程。是，你如果没有办法射，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其实你威胁性就大概就减了1半。对。我真的要称赞一下台中市在回防的速度。桃园捷豹往往一拿到球，前场就橘色军团全部回来。对，这个在5人制最好玩的就是他一直不断的在攻守转换。对，就是你进攻马上就要防守，防守可能又马上进攻，所以这个在训练当中，我们大概都会训练到最少的3次到4次的一个转换。因为在正式比赛有可能不止，有可能5次6次都有可能。桃园捷豹场边的教练现在也看起来超无奈的。暂停回来，其实桃园捷豹还是面对到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球期基本上大概到中场左右就要被夹掉了。是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台中市一直做高压的防守。就过去这5分钟并没有这种很确实的往禁区里面的攻击。对。所以我们看，如果等一下半场回来，台中市如果教练有提醒的话，他们一些防守的改善，那桃园在自己的半场就进攻就会很困难。对，现在其实已经就很困难了。然后最后的30秒要结束上半场。无论是在1对1的对位上还是说你要做2到3人的小组搭配。现在桃园捷豹都有点找不到机会了，对，要慢慢送，然后又准备要被打掉了，最后是怎么样？他最后球也没有，最后面就会只剩下零星外围的一个远射。对，还有推了啦，这个故意用冲撞，这个动作就比较明显。
最后的10秒钟。这个给球的品质都不是很好。对，你们看他的队友从中场跑到边线的时候是背向球门的，给球可以稍微给球的时机再放慢一点，等他就位之后。最后的射门机会还有4秒钟，一个角球的机会。看角球会不会做给第二波？前锋都往禁区里面走 ，OK， 停球，哎呀，没有击倒机会了。上半场结束，台中市桃园捷豹这场男子组的季军战1-1，双方平手。休息一下，中场回复，稍后再回来。
桃园捷豹面对台中市，就是在今年台湾冠军杯男子组的季军战。那上半场双方是1-1平手，台中市在掌握了大部分的进攻的节奏的情况之下了，那几次的射门机会没有办法好好的把握住。而桃园捷豹，我想他们要做的调整应该算是还蛮多的，尤其是自己在进攻端上面。毕竟球到前场之后，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利用，甚至到了上半场的后半段，其实这个球也到不了前场，对，但在中场就断掉了。这个在进攻的组织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在台中市上面他们比较有阵型啊，他们就主打3-1，那在轮转的部分也做得还不错。那这也是桃园捷豹必须要去修正的部分。那再来就是他们的防守的一个部分啊，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组织进攻的话，其实面对到台中市的一个高压的防守，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很多球在自己的半场就被断掉了，对，然后守门员就造成很忙碌。我下半场25分钟哦，昨天的比赛里面也有球队上半场可能打得比较起起伏伏，可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节奏一加快，哇，突然间变得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可以看出，刚才这个球，就是我们讲的，只要怎么去拿球转身，啊，这7号做了一个很好的在两侧的一个示范。在3-1台中市大部分的球就是要交给于有志啊，在前锋端。那其实很可惜哦，他进去的时候队友没有跟上，啊，这不然这个2杆的机会是很好的。有志。那现在我们在国家队也都一直在要求的这一部分，对。这个是要给谁？啊，我们可以看出，就上去做2对2的防守。其实这边的防守，我们刚才在讲台中市，如果这部分的防守改善一下，他们怎么往中传的球，桃园捷豹我只要往中传的球，很多都会被拦截下来。对。直接往前带，但是后面防守者这个3打2，前方又是赤裸裸的来面对射门，也是球员的一个选择。对，他没有要传，自己洗脚。对，我们看是他往中间传，有个队友跟上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台中市又掌握到球权，改编于有志。哦哟，还是选择要做穿越的射门。汤俊成，我打阵地战的节奏感就跟打反快攻速一样。对，所以刚刚那样子的尝试，其实就算是你在打阵地战的时候稍微有点急的哦。是。我们看看一个稍微一个进攻的失误，可能马上就面临到防守。对。但压力大的还是陈维彤啊，他就是觉得自己怎么好像比对方比林子成还要再更忙。对。因为教练台中市在选择防守的策略就是高压的防守，在对方的第3区、第4区这边做防守。哎呦，传越掉，哦呦，这个是靠着自己的盘球能力，但球最后还是掉了。球还没出界，3打2，这个拉得太慢了。对，再一个横传，还有一个传球机会，没了。但给到于有志的这个点，对，这个于有志应该提前跑，对，他再早跑1秒钟，位置就出来了。哦呦，专当靠自己的个人能力，这次的射门被挡下来。这边有一个快攻的机会。林子成心里想：我工作中远，9-9来个1颗而已。哎呦，拦截要被拦截掉了。这个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可惜球速传的轻了一点。因为在国中的阶段啦，想要传，但有的时候自己在传球的把握度也没那么高。对。
但至少你的意识要到啦。是，这个到后面球会越打越成熟。对对对。其实我相信你们教练端现在在看的时候，反而就是你如果真的做不到没关系，可是至少你要让我看到你知道要这样子。对，做不到可以做别的方法，把球起码不要失球。好像有一些传球传得太急了，没有办法，可以像现在可以做倒球，然后找机会。而且让3-1要传进来。那对桃园捷豹来讲，他们现在做的不错，一路从上半场做的不错，就是在守这个3-1的时候，至少前锋的这一端真的球到这个位置，包夹上来也是做的还蛮快速的。对，这也是这次比赛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第一场比赛是6-2输了。对，那到后面他也有一个防守上的一个经验的。哦，要大脚一起，这是好机会啦。对，这个有啦，热刺。这也是差一点点，而且因为这个他前方完全没有任何球员。对，这个球也是有力量的。直接传中 ，OK， 这边好，再传一个很好。台中市，哇，感觉对他们来讲等了好久，好多的射门机会。对，这就是他做了一个好的选择，他没有自己选择射门。啊，这个如果他选择射门，不一定会进。对，因为守门员也扑出来了，刚刚就讲到守门员一扑出来，你另外一边其实只要过掉了，就是很好的机会，也不需要再给力道。对对对对。最后是给到了谢泰宇个人在这次赛会的第4颗进球。这个就是我们在讲，你要怎么去做一个好的一个选择，很重要。这边也是有一个瞬间一个2打，而且选择要传。对，刚才有瞬间一个2打0的机会哦，这传球速度太慢，让他拖了太久的时间，让台中有时间回去回防。桃园捷豹，对，所以上面2-2其实连把球给传好这件事情都做得有点困难。是。那这个现在在国际的比赛都是做高压的一个防守。对。所以你要再怎么从后面把球组织出去，这个很重要。我们刚才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击。这个射门，单骑呀！哇，这一次因为刚刚有传球，所以变成陈伟彤这边会有所顾虑。对，他有余光里面，其实他有看到另外一边橘色也来了，他并没有办法直接扑上去。这另外一个是守门的姿势，他中间他重心蹲太低了，中间一个大空档，可能也让他看到他中间的空档。对。好，刚刚是刘柏宏单骑进到禁区里面，左脚将球送进了球门，这也是他在本届赛会的第4颗进球。台中是开始发力喽，而且这一整场比赛，陈伟彤的那个心理压力其实非常大，对，所以他慢慢的你会看到他其实专注力或者是一些在动作上面会跟上半场建立的不太一样，他没有办法到那么的扎实哦，因为一直处在这种很高压的状况下，对，而且节奏什么的都会下降。这场不像之前是循环赛，对，这个输了就是第4名，有奖牌跟没有奖牌的差别，大家都想拿好的名次。但桃园捷豹其实一路到现在，等于说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到现在大概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但问题还是存在。这个就是在平常的训练中，教练有没有训练到这些课题？因为这样看起来的话，感觉就是连1对1都对得有点辛苦。对。不过上半场其实是开始有一些在反快攻的机会是有制造出来的，那就有点类似像台中市这样，看台中市大概是靠5到6颗球，他们才修正回来说好，那我要再去传第2颗，是，对，我要传到第2排。那刚刚这一半哦，最后是有跑排出来。
所以黄牌是给到了詹承翰，他今天有1颗的进球哦，不过现在手上握有一张黄牌。我只要不要第2张黄牌上来，其实都还可以接受，是，其实也就最后一场比赛。对。哦，镜头给到林子成，因为他今天要上镜头的几率比较小一点。我们导播还蛮贴心的，赶快补1颗给他。好，这个2个很好的一个配合。好，这次又挡下了。啊，这个处理太心急，这可以再带进去一点哦。因为他已经跟守门是1对1的状况。哎呦，断掉。好，哇，这个守门员传出来之后，都是在自己的后场，会发生失误啊。这就是他压力大的地方。对。我球我才刚给出去啊，怎么我现在要回来？队友不给力，马上就让他又要准备面临防守的状况。对。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给长了。这个整个平常的一个训练啊，在桃园捷豹的部分，他们从我们刚现在看到后场的边线，他们也没有站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包含在守门员的部分。所以守门员有时候拿到球只能往前传，然后马上就变成了台中市的一个球。对。用40慢慢的带过来，但是他们的空间其实夹得很小，他们没有办法做球线比较长的传球，也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轮转，就整个都缩起来了。对。当你没有转动的时候，防守位置就很好防守。所以武人志为什么不管是在3-1还是4-0，他一直要做很多的一些跑动，然后去创造一些空间，跑空间创造空间，让队友来利用。对，还有后面又被推一把。哦，台中市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团队犯规哦，现在已经来到第4次了。他们在上半场的时候是先累积到2次的团犯，但后面有控制住。但是在下半场到目前为止还有13分钟，甚至到13分钟50秒，所以4次团犯，大家真的要控制一下。才过了7分钟，不到7分钟。你现在自己是领先的，其实节奏可以再放慢一点。对，这个不用打那么急。对。现在压力是在桃园捷豹这一边。没错。又是直接压迫上来，而且他们有压迫上来，效果上的话就是我就算球没有把你直接拿到手，但是你看球就是一路的在后场，对，就是过不去。那就会逼着桃园捷豹，因为他们必须要急，他们要跟时间赛跑，他们就只能大脚一传，然后接下来你就是去把它给断掉，然后随球平移回来，像这个状况在右边，他们12号这个位置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就但视野一直给不出去，现在又是1对1的机会，大脚再起，第4分的保险分，许秉成。今天也是开张啦，这个没办法，刚刚就是讲到这个也是源于刚才我们讲的进攻的选择。他们刚才在12号这里有一个右边有一个空档，他们有传往左路有3个防守在那边，所以这个在传球的选择上面是很重要的。我们刚才进攻可以看到右前方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是球员可以尝试往那边进攻。其实这个就是在等到桃园捷豹的小朋友回去之后，教练可能会把比赛的这个画面直接拿出来。是。那接下来就要问球员，你当下知不知道人在旁边？因为有些时候不是球员不传，是他根本没有看到，他根本不知道那边有人，或者是他有看到，可是
我没有办法传出去，对，我会怕，或者是我就是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传。那就要先去 figure out 原因是在哪里。如果你是单纯自己没有看到，就要提醒小朋友，其实你要知道那边是会有人的。哎呦，这个像是第二传，好 ，OK， 现在陈维有扑回来，他选择用右脚，他这个左脚射可能就机会更大。今天陈维彤真的是辛苦了。像这个部分进攻的这部分就回归到现在，像现在5人制的足球越来越受到重视。对，我们包括在亚青，那今年的亚青，我们是有女生1对1的机会吗？球慢慢的滚进去，桃园捷报。哇，在下半场剩下10分40秒的情况下，现在又让分差回到2分差了。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球员的射门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啊，他没有硬射啊，他看到守门员出来了，对啊，他轻轻的巧射往球门里面送。他其实这个就是我只控制我的方向。对，他这也是他自己另外他自己的能力。那我们刚才讲到今年的亚青。我们今年亚青只有女生可以出队，是可以出队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成人男子在整个亚洲排名的名次是蛮后面的。对，我们排到了20几名。那我们的女生在亚洲的排名，因为她成人在5月份有2届都踢进前8，所以这次亚青女子有派队参加。不过其实，在国际赛上面的话，我们女子组的排名其实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对，竞争力是有出来的。那他们这次的冠军都可以去参加明年的那个世界青年奥运会。但现在这一颗球，刚刚有其他的哨音吗？因为从画面上我没看到。不过我现在看积分板上面是现场的积分板是4-1。这一分还没有加上去，这个应该是前面跟于有志的这次裁判在看。OK， 现在正在看哦，裁判正在看。好，透过重播要来看一下，现在到底这颗球是前面先有犯规的动作，还是一个 clean 的 play？ 这个要看裁判。其实前面应该只是两个争球之间对一个身体的碰撞。那最终的回归还是要看裁判的判决，就看等等裁判出来之后，到底这分给不给哦？这2分差跟3分差，最后的10分半对桃园捷报来讲差很多。那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现场的积分板上，这个台中市这边团班是5犯的，所以他们也是要很注意哦。所以如果说现在是可以把这一分算的话，等等桃园捷报在打的身体再给的多一点的情况之下，好，最后裁判出来是算的，因为刚刚应该就是在第一拍子身体冲撞，对，正常的身体接触，这就是我们讲两个看谁的身体的强度好。对。其实虽然我们说5人制的身体碰撞可能没有11人制来的这么多，但它还是会有的。对，只要在合理的情况之下，你就要承受得住。那4-2 10分半，刚刚也看到台东市这边只要再有1次犯规出来，那就是要直接做罚球了。对。所以桃园云豹如果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桃园捷豹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其实是可以再打得更积极一点哦。他应该想办法怎么让台中市再犯规，对，他们就可以有10公尺的罚球，想办法追分。这是一个策略的运用。我们看传球，很多长传都被拦截下来。不过其实你看带边线时候的传球，台中市这里其实把握度是有的。他现在是希望有犯规出来，感觉后面都推了一把，2打2，后面回防也来了，一直在等机会，最后是2人之间的穿越球，想要找队友。但徐秉成往前走的比较多，大概多2步。想要打快攻，所以球给的比较前面，但是最后自己没有跟到，反而现在变台中市有反快攻的机会了。1对1球，好，再传出来。现在3打2，你看，另外一边是有队友的，再给。好，
带到中间停球，再给一拍起脚射门，另外一边用勾的吗？没勾起来，差一点点，对，可惜了。我们可以看到刚才3打2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空间，西斯基应该先传到那一边。拐一拐一拐的，球员守门员有受伤哦。应该是刚刚有撞到。对，好，头槌摆渡，再回中，现在都还是在禁区外的传导。好，球都有停的，还蛮漂亮的。不过带到另外一边，对位上来之后，最后是失误收场。这打太急了。台中市真的不用这么急了，毕竟现在自己身上还是有这2分的领先优势。对，因为他们的在防守的上面，看得出来是比台中还要好一点点，所以他们可以有一些这些优势。因为现在急的反而是桃园捷豹。对。这边也是一传到前面又掉了，但是反快攻，桃园捷豹是传深了，想要往前面找到李佑和。这个5号刚才在前面拿球，应该可以走直线哦，不要急着往里面走。还是台中市。我们看台中怎么出场处理这颗前场的自由球。直接射门，小球。我们可以看到到做的这个战术，回传给发球的，再由发球的再传中，或是找回传。看这边，直接后卫就破坏掉。手被断掉，再往前带，过了第一个，有没有能够过第二个？台中的后卫其实真的速度蛮快。现在换成是捷豹的角球，这直接射门了，左脚，哎呀，这个差太多了。其实这种就是真的是比较急啦，所以他起脚没控制好。杨尚浩今天是梅开2度啊。现在桃园捷豹这2分都是他，2打1，看怎么处理这颗球，先放，对，很好，后面跟上来，再给到杨尚浩，杨尚浩停球，不过现在变成要半场阵地战，最后再起脚都被对位到。对，这个蛮可惜的哦。他们在做以多打少的时候，差了一点点。这个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我们会强迫他们这个传球的速度一定要快，速度要带得起，对，要用速度去破解对方的防守。刚刚就是选择都没有问题，但是速度球速传得慢一点点，让对方还有时间可以去跑到一个防守的位置。4分半多一点。哎呀，这压迫又一个，想要先再来起。球被断掉，台中市传急了一点点，传得深哦。对。再回到桃园捷豹，哇，传进来直接射门，一把球截下来之后自己带，而且
前方是完全没有其他的防守者，直接跟守门员来对决。而且他这一次其实就是在射门的时候有特别把角度给对射了两边，射两边，并不是完全的射正。徐秉成今天也是梅开二度，5-2，然后又回到3分差。而且台中市团饭目前还是停留在5-4，慢下来，就不用急啊。这个台中市有足够的时间哦，可以慢慢的做，借由转动去寻找机会。那这个在桃园捷豹可能在压迫上面要更积极一点。现在的话是林子成有下场休息，因为他刚刚我们可以看到他稍微有点不舒服，脚有受伤。对。对，台中市现在是有换一个守门员，不过我现在看的是陈维彤什么时候要出来，还是他这场就算了，就不出来了，就没有要上来做power play。剩下的时间应该是暂停哦，5-2 3分差，最后的这个时间2分半左右追3分，不容易啦。对，这个如果桃园捷豹要启动用 power play 的打法，应该以现在的状况，因为是不停表的，可能在10分钟的时候就要开始去准备了。就是陆陆续续，可能你1-2波就要让守门员出其不意的上来。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5人制的打法也越来越专业了，就是跟11人制已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国内在推动5人制这一部分也是越来越积极。所以如果说是小朋友的家长然后看到想要踢足球，通常就是在世足赛的时候想要送小朋友去踢足球，那其实就是可以去找5人制的来踢。对，踢的球可以比较多没错。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非常多的射门的机会啊。对，那小朋友最喜欢就是射门，而且连守门员都可以出来了。对，你就永远都打 power play 就好。那这在里面很多1对1的机会，都是我们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现。对，因为节奏也很快。2分08秒。这个球员都没有准备好要接球的动作。转身带到禁区里面，一个角球，赶紧要处理角球，但这几波都是直的。2打1，这个台中市有没有？很可惜，我看台中市的球员非常积极哦，他在反击的时候跑得罚第6犯。点球的机会来了，10公尺罚球。汤俊成。最后右脚没有收住。对，这个不必要的犯规哦，因为在对手的防守半场。左边右边，现在要来猜左脚的射门看哦。这个我们过去有一些统计可以看他支撑脚的一个方向。来呀，被挡下来，射太正了，射太正了。刚才讲左边右边，就是射中间。
都是3快攻啊！最后又是徐秉成，今天梅开3度啊！哇，帽子戴起来，来谁给他一顶帽子？看一下比数是不是跟上一场一样6-2？啊，对，现在又回到6-2了。会不会其实上半就是他们上一场的对局也是这种状况？然后台中市又来了3-1，再传，没有停好啊！桃园捷报啊，那真的就不用急了，最后都25秒。被拉开到4分，原本3分差其实就已经是几乎不可能了。对，到4分就是最后面就是打一个态度啊，是，这不能放弃。对，最后面就是在打态度的。6-2啊，又回到了他们上一场比赛啊，在8月6号两边的对决上面也是6-2，也同样是台中市会收下胜利。那今天桃园捷报的这2颗都是前锋杨善浩，不过在另外一边有人是梅开3度的徐秉成，但因为5人是节奏比较快，所以比较容易把你的分数累积起来。那而且在国际赛上面或是比较高阶的比赛，他们后面都会使用5-0的战术。对，那这也有可能把比数再拉开。5-0就是守门员出来了，跟着一起做。对，就是 power play 的意思。对。不过因为我刚刚就一直在看陈伟忠什么时候要出来，因为我发现好像就没有意思要出来了。好，比赛结束，最终6-2，台中市击败了桃园捷报，拿下了在今年台湾冠军杯青少年5人制足球锦标赛的男生组青少年男生组季军。这个就是这场比赛就是有奖杯跟没有奖杯的差别。桃园捷报今天这场比赛比较可惜啦。那从上半场我们不断的去提到说他们可能在进攻端上面那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把球带到自己的前场，球大概就是在中场就会被抄掉，所以也让陈维同是很辛苦的。他们的守门员其实今天虽然失了6颗球，但是你可以知道他一整场比赛他就是要一直挡球。球回传出去，怎么球又来了？对，队友在防守的上面，队友的防守组织如果好一点，他也不会这么辛苦。对，所以刚刚也有特别提到下半场，他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之下，他其实渐渐他的专注力就会下降。是。那在台中市这边的话，詹承翰今天也进了他在本届赛会的第1颗球。那另外的话，刘柏宏从原本的3颗球，今天也多进了1颗，来到4颗球。而谢泰宇也是一样，3颗球到今天也多进了1颗。那最后就是徐秉成今天帽子戏法梅开3度，原本有8颗球的进球，现在已经来到了11颗。哇，所以说我想这场比赛最终还是要恭喜台中市4分差击败了桃园捷报，也顺利的拿下了本届赛会的季军。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也把掌声留给两边的小朋友。对，那转播工作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也感谢老师在场面的陪伴。下场比赛随后就要登场，也请观众朋友们要持续的锁定。我是秉成，下场见了，拜拜，拜拜。